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咱们来说说2025年德国人的收入以及生活水平。一谈到德国，我们都知道啊，德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那他们的人均收入还有他们的生活水平，当然也是很高的。按照去年的统计数字啊，按照美元计价，德国的人均 GDP 是52000美元。同期呢，咱们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对吧？咱们中国是刚刚超过13000美元，也就是相当于德国的大概是1/4左右。那是不是自动等于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也是中国的4倍呢？我觉得这要分开来看啊。好，一说到德国，我们好多人都认为，不仅是德国了，包括什么美国呀，还有法国啊、英国这些国家是数得上比较靠前的发达国家，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想到什么德国人啊、美国人啊、法国人，都认为他们是人人住别墅、住大 house 的人，那是不是这样呢？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比如说在德国，自有房率，就有自己住房的人，自己当房东的人，你们知道这比例有多高吗？这是非常可靠的数据啊！德国统计部门的数据呢，德国自有房率是44%，那就意味着56%的德国人，他们是没有自己房子的，也就是他们每个月要租房住。好，我们呢很多人会想到，哎呀，德国啊、美国啊，他们好像人人住那个大别墅、大 house。刚才说了，这是大错特错的啊！即使在德国农村，对他们好多都是独栋的房子，但是独栋并不意味着是一家一户。在德国农村经常这样啊，你看他那个门铃上面就知道，他经常可能有2个、3个甚至4个那个门铃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栋房可能住了3户到4户人家，那其中可能只有1户是房东，然后呢，其中2户和3户呢是租房的人。而咱们中国是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咱们这里中国农村，我不敢说100%啊，至少99.5%，现在我们这个地区都是1户1栋，就是每家人都有自己1栋房子啊。至少我们这里是这样啊，绝对不可能出现2户人同一栋房子里面的，我们这里没有。而且我们这一带啊，广西这一带，几乎呢楼房都是2到4层的，1层的很少，几乎没有。像我们村可能只有1到2户人家，确实太穷了，只盖了1层的楼房。其他你看，肉眼所见都是2到4层的。所以从住房的面积来说，我相信啊，中国一定是按照人均非常靠世界前面的。在德国统计数字啊，是人均居住面积达到差不多40平方米，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德国的城市，这个居住面积要大大小于40平米。说到德国的收入啊，很多人会认为德国人年收入肯定是上10万欧元甚至100万欧元吧，因为好像我们在中国国内一谈到某个人的收入，如果他的收入没有达到什么20万或者30万，就觉得他是个失败人士一样。特别是在相亲市场，比如说那个相亲女要求为了那个相亲对象，至少呢月薪要5万，什么彩礼要50万，或者是88万或者38万，这些呢都是只有在梦里才有的东西一样。其实大多数人像中国，我算了一下啊，我就自己大概估算了一下，1线城市可能平均工资啊，就是有工作的人，可能月薪8000到1万左右，1线城市啊。那1线城市的总人口，我估计呢，也就是那几个城市，大概是1亿人左右，对不对？那么出去工作的人大概是6000万左右，然后大概有一半的人可能他的月薪超过1万元，也就是大概是3000万人口月薪超过1万元。然后呢，再算上什么2线啊或者其他 N 线，加起来能够月薪超过1万的全中国人，可能只有5000万甚至4000万左右。那大部分人从县城到什么2线加起来啊，可能月薪
一般都是在5000、6000左右，甚至呢4到5000左右。这我觉得是中国比较实际的收入水平吧。那在德国怎么样呢？这也是有统计数字的啊。德国统计局的数字，平均，这是平均啊，平均月薪有工作的人，就是全职工作的人，在德国3970欧元左右，平均月薪要比中位数更高。这是月薪平均3970，然后中位数呢，在德国中位数的月薪是3650欧元左右。那么在德国中位数税后是2400多一点点，这是德国实实在在的那个收入水平。那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收入，还有它的支出，也就是生活的开支。德国刚才前面说了啊，大部分是租房族，它的租房的开支至少要占到它的1/3，在城市呢甚至占到40%到50%左右。这是2025年。因为呢，过去几年德国的房租上涨得非常的厉害，比如说2024年全德国房租上涨4.7%，甚至在大城市它的上涨超过8%，甚至10%。你想想看，他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房租每年嗖往上涨，就是说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的啊。这只是房租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开支呢，比如说超市的那个物价呢，比如说理发呢、度假等等等等，反正要花钱的地方吧，还有修理汽车这种都要算进去。朋友们，在德国啊，如果你中位数是2400欧元，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呢是过得比较拮据的。比如说在德国不能实现打的的自由，不能实现下馆子的自由，还有度假那就更不用说了。比如说打的吧，在德国，大概德国的价格相当于中国的至少是5倍甚至10倍，因为在德国它这个竞争没有那么大，即使有优步，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滴滴，它的价格可能只是比普通那个打的的价格稍微低那么一点点，可能就是低1成最多，几乎没有区别。而且德国本来打的就非常的贵。我大概算了一下啊，2025年，德国打的每公里大概是2.5欧元左右。你越打的少，比如说里程越少，那么最后的单价就越高，大概是2.5欧元左右。像从德国科隆机场到市区，大概要40欧元这样子。而中国呢，如果是12、13公里，也许也是40块钱。50块钱人民币左右，对吧？几乎就是欧元和人民币汇率啊，不用计算，你多少欧元就是多少人民币。所以我就是说，在德国打的相当于中国的5到10倍，对德国人来说已经非常贵了啊。另外，在德国，像这个收入水平，还有目前德国的这个物价水平，几乎啊可以说是没有取暖自由。也就是说，在德国到冬天的时候，你开暖气要特别的小心，你稍微开高一些，那你最后可能暖气费就要补交，因为德国是每个月，即使是夏天也会扣掉所谓的暖气费的啊。这样每个月那数字不是特别的高，否则如果你光是在冬天那几个月扣暖气费，好多德国人可能连暖气都付不起，因为他们没有存钱的习惯，或者存不下钱。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这物业费，它每个月包括暖气费是包括在内的啊，要每个月的扣，而不是呢冬季那几个月才扣。我认为就这个原因，就是德国人呢，普通的人很难存下钱来，大部分人是月光族，导致比如说很多东西你买个手机呀，很多人都是那个分期付款的，好像看起来每个月就是那50-60欧元、100欧元，好像不贵啊。人家说50-60块钱就买一个 iPhone 手机啦，他们不知道，像这样你是绑定2年的啊，24个月，每个月扣你50-60欧元，你相当于2年之后，是不是付给他了1000多欧元呢？人民币1万多块钱呢？有些人为了故意抹黑中国那些人，他是不会跟你这样说的。再一个，关于你作为普通的德国人
中位数只有2400块钱的，度假是不是很轻松呢？并不尽然啊。有些人说，你看人家那西方，他有很便宜的机票，比如说从德国到西班牙，有时候可能就是20欧元就可以了。其实啊，这种它只是促销的那个价格，也许呢，就是某一天的某个时段，就是真的有20欧元的这个票，但是另外的行李啊，你要收费啊，你想那个要座位也要收费啊。比如说你的机票是20欧元，但是你一个10公斤那个手提的行李可能就要30欧元，如果你20公斤的托运的行李，可能是80欧元左右了。你当地你要住酒店啊，你还要吃饭呀，对吧？你住酒店，比如说住一晚，可能要70-80吧，你吃一顿饭可能要30吧，这些难道不是开支吗？光是机票可能是个小头，而且就是那个时段。平时我经常看那个欧洲的机票，有便宜的，但大部分呢也并不比中国那个便宜多少，甚至呢比中国还贵。比如说德国境内它也有那个机票，如果你临时买是天价，真的是啊，就像德国铁路一样，如果你计划得早，有那个很优厚的折扣，但是如果你临时有事，你想坐火车，那没门儿，很贵。比如说我从科隆到法兰克福，如果我临时买票，现在多少呢？80多欧元，只有180多公里，它的时速大概是200到250公里左右啊，每小时，竟然要80多欧元。德国如果是你没有那个优惠票价，你不提前很多天买，德国这个高铁的票价就相当于中国10倍左右呀。好处就是在德国高铁，它真的你越提前就越有那个优惠价格，这是德国高铁唯一比中国我认为好的地方。但是德国高铁呢，不好的地方一个是贵，另外一个呢不准时，有的晚点，甚至呢，比如说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呢临时取消都有可能。所以很多人，特别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人，因为没有经历过大面积晚点的现象，中国有晚点，但是只是在极端天气，可能你一辈子只能碰上那么一次，但是在德国是家常便饭。德国人自己就那个调侃的说，如果正点，那就是纯粹的意外，德国才有正点的现象，晚点才是常态。好了，刚才我说了一下啊，就是在德国没有打的的自由，没有取暖的自由，因为取暖太贵了。另外一个呢，没有下馆子的自由。如果你每个月中位数是2400，一般不可能每周每天你都去下馆子，不可能。你一个月下1次，最多2次，那就不得了了。然后呢，你吃完饭之后还要给小费，当然这个小费德国相对啊要比美国好太多了。德国小费一般是45入，比如说我的消费是45欧元，那你就给他50欧元就可以了，也就相当于5欧元小费。或者你的消费是18欧元，那你就给他最多20欧元，在德国就可以了。在美国可不行啊，至少要2成的小费。就是说你在美国你消费是100美元，一般来说可能现在就要给小费25美元了。所以像这些你看起来啊，德国人收入啊，如果折合人民币啊，好像有点天文数字，但是其实他们的购买力确实呢不高。就是说那个地方的收入可能比中国高，但是它的物价也是水涨船高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德国人大部分，因为他是租房的，这是大笔的开支，吃饭出行也是大笔的开支。最后呢，你虽然月收入2400，最后你到月底还没有到月底，可能就没钱了。月光族是常态在德国。所以实际上啊，过去这几年德国人的收入水平它是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平，也就是说德国人的实际收入还有实际生活水平是节节败退、接连下降的。比如说在德国，我们不要把什么 iPhone 这个价格跟国内比，因为 iPhone 的价格可能在2个国家都差不多，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每天都买 iPhone， 而平时我们衣食住行这开支才是最直观的、有比较性的。比如说在德国，
超市啊，当然不要看人家去德国超市专门拍那些什么食品那几样特价的东西，或者呢，就德国日常吃的东西，它就特别便宜。你在德国专门去拍那个牛奶啊，专门去拍那个什么面包的价格，你德国的面包要跟中国的米粉啊、面条、包子这样比，这才有可比性，对吧？你不可能德国的面包，比如说我在超市买的，跟那个中国城市的地铁站那种面包来，比如说法式那种面包比，不可能，这没有可比性。因为在德国，像那种是最便宜的，而在中国这地铁站那种法式那个吐司面包是最贵的，所以是没有可比性的啊。还有理发，这我觉得是最有横向可比性的。在德国，现在在发廊啊，理发在发廊里面，大概全德国的价格都是在20到30欧元左右。而在中国，发廊的价格，我前几天还在那个广州发廊我看了一下，它是单剪，比如说35块钱，这是中高档的地方。还有在广州普通的地方，或是街头，甚至有10块钱、15块钱单剪的都有。还有在我们县城，我去看了一下，德国的县城大概是25到30，而我们这里县城呢是20左右。也就是说，其实啊，如果是这个理发的价格，两国就是看那数字，不要看那个货币。中国是20-30块钱，德国是20-30欧元。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欧元和人民币如果是在外汇牌价上是1:8左右，那如果是从这方面来说，收入水平和那个物价水平就不一样啊，是中国的8倍。理发的来说啊，但它的收入有中国的8倍吗？这绝对没有。比如说刚才说了，中位数的收入是2400啊，如果光看数字呢是2400。在中国，我觉得中位数啊，有工作的人，那些没工作人，德国也没有算进去啊，在中国我也没有算进去。那在中国有工作的人，中位数全中国，我觉得应该会达到4000左右，对不对？像我们县城可能3000，但是一线刚才说了8000到1万，所以呢，在中国中位数这个收入，我觉得4000到4500是比较正常的。也就是如果是光看这个数字呢，中国其实是德国的2倍。那考虑到这欧元的比价是人民币的4倍，也就是说这样推算起来啊，那德国的收入最多是中国的2倍。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呢？最多啊。那我们看其他的物价水平，超市啊，我没有一一做统计数字了啊。超市所有吃的东西，我觉得德国的物价应该相当于中国的，我认为是2倍左右。这德国的食品相对是便宜的，大概是2倍左右。然后你要看到其他的衣食住行啊，刚才说理发呀、租房呀、打的呀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在德国平均的物价水平，我认为大概是中国的3倍左右。好，那我们看，在德国中位数是2400欧元，中国的3倍左右啊，物价水平，也就是说它的收入水平要除以3才相当于中国这个收入水平。那么2400欧元其实只有800欧元左右，那折算成人民币，那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收入6000到6500块钱这个收入水平啊。也就是说，在中国，只要你税后的收入达到6000到6500块人民币，那你的生活水平就跟德国人的收入水平一样。大家想想看，像这个6000到6500块钱的收入，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你们就知道，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的生活水平至少与德国人持平了，甚至超过德国人了。朋友们，你对比一下你自己和你周围有多少人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6000到6500块钱人民币。好了，有的网友可能不同意啊，人家德国啊，他的福利可好了，什么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先说教育吧。教育中国呢，义务教育是9年制，对不对？也就是说，从1年级到9年级
中国呢是不收学费的。好，有的人说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费用啊，比如说兴趣班呀、补习班呀，这些并不是国家要求你去付费的啊，是你自愿去的。即使你不自愿，那是因为你怕你的小孩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呢，很多中国父母是周末加班加点送孩子到这里补习班、那里兴趣班。在德国，他们是放养式的，或者是什么快乐教育。公立学校教育水平，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对没有中国公立学校高，真的是这样，绝对没有。他们确实是放养啊，加上德国的老师啊，也没有中国老师负责，师资的非常缺乏。如果一个老师病了，他是很少有人会帮顶课的，怎么办？那就放羊呗，没有人去管，所以造成了德国现在这个教育水平其实是每况愈下，导致了德国整体的素质也是每况愈下的。德国它教育是免费的，要交午餐费。幼儿园按照你的收入多少，如果你是低收入，幼儿园不用收费。但是它幼儿园呢，它不是全日制的，它有的可能是下午1点钟，还有德国学校也是啊，它可能就1、2点钟就放学了。如果你要你的那个孩子托管，也要另外付钱的。还有在德国，如果你要送你的小孩上各种兴趣班，也是要花 money 的啊。所以我觉得教育这块其实两国是一样的，都是免费。只不过我们中国人呢特别注重自己子女教育，所以呢花很多的钱去培养自己的孩子。可以告诉大家，国家没有强迫你，是自作自受。德国是放养式，但是德国呢，他们精英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孩子的他压力啊，也是这个补习班那个兴趣班的一样的啊。只不过大部分人他们是阶层固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教育的重要性。看到邻居人家孩子给他放养，我的孩子我也给他放养算了，整个社会大气候导致的啊。你看教育这块，其实我认为两国没有很大的区别，唯一区别就是德国呢，它的免费教育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那个大学的博士毕业，而中国呢，从高中毕业之后，也就是上大学开始就收费了。但是收费相对来说其实也不算高，放在国际上也不算高。在中国上大学的啊，在中国其实跟美国恰恰相反，美国所谓的那些精英大学、常青藤大学，他们的收费啊，如果你没有奖学金，收费是很高的啊。在中国完全相反，如果你考上985、211这种全国重点大学，其实它的那个收费是非常低廉的，可能呢每年几千块到1万块，反而是那些那个叫2本、3本那些学校收费是比较贵，可能1年要1万多、2万块，但是它的名声还没有比如说985、211的好。反正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这公立教育是做得非常好的。刚才说了教育，那再说说医疗。德国的医疗，好多人宣传是免费，其实呢不免费。中国有些外嫁到德国去，什么都不懂，也没有融入德国的社会。像这种人，他不工作，到德国之后，他是自动可以跟随他的老公或者是德国他的老婆，免费加入德国的那种医疗保健。就是说，如果你在德国不工作，你做家庭妇男或者是家庭妇女，你是可以免费参保的。这部分人是免费，还有他们的小孩也是免费跟着他们家挣工资那个人参加这个医保。这点肯定要比中国做得好。我从来没有说过德国这点不好啊，我总是说这点德国医保肯定比中国好。但是其他德国的职员，只要你有一份收入，你马上就要自己交社保了，买医保。当然社保要自己交，所以在德国，他的收入税前和税后是相差比较大的，大概是3%到4%左右，平均4%左右吧。就是说，你在德国，你赚税前是100欧元，那么你拿到手就是60欧元左右，大概就是这个幅度。你收入越高，你扣的就越多。所以在德国，医疗免费是个神话啊！你有工作，那你就马上要自己买医疗保险了。而这个你不可能逃掉，因为德国是人人有医保，只要你在德国有工作，那每个月会自动从你的税前收入扣掉，然后呢才到你的手里。
逃不了这个啊。这点我觉得德国有医保非常好，要比美国好多了。好，我们再说中国吧，中国也有医保，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中国全民医保怎么样呢？在农村，我们是农村居民的医保，叫新农合，每年不是每个月，每年，我没有记错的话，2025年我们广西这里每个人他是按人头啊，每年是420块钱，也就是大概是50多欧元，折合成欧元的话，报销的大概是70%左右。但是这里面有个猫腻，在中国，我只知道那个农村人口啊，我不知道城市报销是70%，但是它很多检查是不包括在医保之内的，然后呢，很多药物也不包括在医保之内，特别是有些大病。所以在中国，特别像我们农村人，如果你生了大病，其实还会造成家庭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住进了 ICU 啊，每天可能就几千上万的。那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啊，你一年交的是医保就是420块钱呢，我的天哪！而在德国呢，每个月它是按照你的收入比例啊，现在就是雇员交的是8%左右，雇主再帮你交7点多，也就是占你工资的15%点多，就是你的医保。在中国有那么高的比例吗？没有吧，对吧？还有在中国，你看你每年交的像农村居民420，然后呢给你报销的比例是70%左右。因为我妈她住过很多次院，我爸也住过，最后我算了一下啊，其实真正医保帮你报的大概是一半左右。这次住院一共全部花了1万块钱，那医保是报50%。也就是最后呢，我自己从我腰包拿出来掏的钱大概是5000块钱，这是比较可信的数字啊。那在城镇呢，可能报销的比例更高一些。即使这样，在城镇啊，如果是你是大病，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你每个月从你工资扣掉的那个医保没有德国高啊。在中国，如果你的收入税后有6000块钱左右，那你就赶上了德国人税后的收入。从购买力来说，如果你每个月再多花，比如说500块钱到1000块钱买一份大病医保，那么你就没有生病的这个后顾之忧了。那你可以说医保已经赶上德国的医保了。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意识，你每个月你的收入是7000块钱，税后你拿1000块钱出来买大病医保，也就剩下呢是6000，你的生活水平完全可以跟德国人在一个水平了。还有，中国有特殊的那个例子，那就是中国农村人口，他都有自己的土地。像我们这里，每户人家每个户口的人都有自己的田地，我们这里的人啊，都在自己的田地里面种东西啊，蔬菜、水果，还有养鸡、养鸭，鸡会生蛋，鸭也会生蛋呀，这些都是呢不能用货币来那个衡量的。所以我认为，在中国一定要把中国人的农村人他们的土地这价值也算进去。所以可以看到，就中国整体水平来说，虽然全中国14亿人人均 GDP， 比如说只有1.3万美元，但它实际的生活水平，我觉得至少要乘以2，也就是说，至少呢，中国人他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至少相当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2.5到3万美元左右，这个生活水平。那么也就是可能稍微要比台湾地区、比日本的生活水平低，但是也低不到很多。这也是很多到过台湾的朋友们啊，看到台湾大跌眼镜，认为他们的收入水平还有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中国大陆这边要高得多。台湾的生活水平与中国城市来比，更比不上中国1线、2线城市一样。那个观感没有错啊，大家注意没有错。就说你在中国大陆1线城市、2线城市生活工作的人，你们的生活水平绝对是要高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的。同样，一些人，比如说你从上海呀、北京啊、深圳啊，跑到欧洲去，跑到美国去，去旅游也好，去工作也好，觉得好像，哎呦，我在北京、上海呀生活，
要比你德国生活水平更高呢？这也没有错，因为呢，中国收入其实1、2线城市并不低啊，再加上人民币的购买力，对吧？因为中国整个物价水平只有德国的1/3左右，也就是说，你1块人民币相当于在德国3块人民币的那个购买力一样。你看，你虽然在中国可能每个月只有1万块钱的收入，但是你的生活水平相当于在德国3万块人民币，也就是相当于德国差不多4000欧元的生活水平了。你要这样去比较，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人均 GDP 达到3万块钱的，甚至呢像西班牙、葡萄牙，他们超过3万美元的，但是他们实际呢生活水平，我觉得没有比中国高多少呀。其实，在德国，我也没有觉得要比中国高多少的生活水平。到了2025年，我们不应该再用一种什么眼光看人家，用一种仰视的眼光。他们其实啊，他们的收入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比中国高多少。这中国1线、2线城市人的生活水平啊，从他们人口来说，1线、2线加起来起码有2亿到3亿人口左右，对吧？这2亿到3亿人的生活水平，绝对是和西方国家是平起平坐的。西方国家我指呢是最发达的那几个。我今天还看了一组数据啊，就是全世界人口规模超过5000万的，然后呢，人均他们 GDP 超过3万的，只有7个国家，没有更多的了，只有7个国家。最后的第7个就是南朝鲜，也就是韩国，像什么美国啊，然后日本、南朝鲜，还有德国、法国、英国大概吧，这几个国家，人口规模5000万，把很多所谓的发达国家挡在外面了。所以这样比起来，中国虽然有些地区比较穷啊，但是大部分呢，你要把这14亿人口这个大的基数考虑进去，反正我觉得现在中国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反正现在目前整个世界形势都不好，西方国家物价水平太高了，通胀太厉害了。像德国，他们的那个房租去年涨了4.7%，今年2025年可能会再涨5%。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德国人的收入绝对没有涨得那么快。每一年这些年比起来，德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反而是下降的啊。比如说2025年跟2024年，我来告诉大家吧。我家那位德国人，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少了100多欧元，就是因为德国的医保又上涨了，还有德国的超市的物价呢，大概比去年就是感觉可能又上涨了1成左右。从很多蔬菜啊、水果，特别是蔬菜价格来看，比去年涨了不少。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上涨。总体来说，德国人的收入水平确实是每年都在下降。那你的收入水平在下降，实际下降的啊，那相当于你的生活水平也是下降的。这就是德国目前的情况。好了，朋友们，刚才说了一些啊，就是告诉大家，从衣食住行来说，德国人他们的实际的收入水平就相当于中国的6000块人民币左右拿到手的。这是德国有工作的人、有全职工作的人，他们的收入水平以及生活水平，就相当于你在中国，你有一份全职工作，你每个月拿到手6000块钱的收入水平一样。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收入水平，那么就相当于你的生活水平已经高过德国人了。好的，朋友们，那你们自己来看看你自己的收入有多少呢？你有没有房子呢？据我所知啊，在全中国，中国人自有房率在全世界上是非常靠前的，大概是96%左右，而德国只有44%，也就是说，中国自有房率是德国的2倍还要多。这就是两国实际情况。所以在德国，即使你达到了中位数2400欧元的收入水平，
但是实际上你每个月月光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哪些人可能会2400欧元会存下钱呢？单身汉，而且还会打算的人，可能会存下钱。如果你全家只有2400块钱，我可以告诉你，你每个月可能还入不敷出呢。好，朋友们，咱们今天话题呢是说德国人的收入以及生活水平。德国人收入水平大概是中位数2400欧元，但是德国物价大概是中国的3倍，也就是说，你2400欧元的购买力，只相当于在中国可能是800欧元的购买力，折成人民币就是6000块钱人民币左右。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题。这样比较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或收入水平有多高了，对不对？总体来说，肯定要比中国的高，但是也不是说高到哪里去。另外呢，我还想说啊，按照我的观察，欧元和人民币的比价肯定不到1:8，只有1:4到1:3左右。好，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请在德国的朋友们呢也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或者在欧洲的朋友们也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比如说你在法国的，还有在西班牙呀，在意大利呀、葡萄牙，你们那里的税后中位数是多少？他们那边月光族的多不多？或者是不是能存下很多钱呢？请大家在下面踊跃发言。好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